中国宣布对美军火商制裁的消息之后，洛克希德马丁迅速发表了一份声明，但辩护空乏武力，敬请关注。研发生产 F-2、F-35、F-16等著名战斗机的国际顶尖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，在2020年流年不利。7月13号，美军一架 F-16坠毁。在过去2个多月时间，他们出售给美军的战机 F-2、F-35、F-16接连坠毁。紧接着7月14号，中国宣布决定制裁洛克希德马丁。鉴于美国对中国武器装备禁运封锁数十年，洛克希德马丁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销售往来，但是多年以来，他们一直非法向我国台湾省销售武器，这也是导致这次被制裁的原因。不过，这也让很多军事观察人士好奇，中国决定制裁洛克希德马丁会有哪些具体措施？当前，官方尚未正式公开如何制裁。军事观察人士指出，在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销售方面，因为没有直接合法的销售往来，因此无法实现制裁。但是，禁止关联公司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零配件，或是从中国企业采购的零部件、原材料禁止同洛克希德马丁交易，这样的制裁或将对该公司产生巨大影响。分析称，洛克希德马丁当前全力生产的 F-35战斗机必须的战略原材料稀土供应或将受限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深加工产品的提供商，全球市场份额高达80%以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国在该领域拥有领先全球的技术90%以上的专利。一旦要求使用中国企业专利技术生产的稀土产品，禁止销售给该公司，也将形成制约。根据此前公开的报道，格鲁曼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为 F-35提供的部件中的磁性材料使用了中国稀土产品，为 F-35研发的夜视仪也使用中国稀土产品。另外，罗罗公司为 F-35的发动机 F-135的提供必不可少的使用了稀土原材料。除了稀土相关的产品，在过去数年 F-35也被曝光使用了其他诸如电路板之类的中国产零部件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中国对洛克希德马丁制裁落实到关联企业的销售往来，必然会对该企业的正常生产产生巨大影响。在7月14号，中国宣布了决定制裁的消息之后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迅速做出了回应，发表了一份声明。洛克希德马丁在声明中为自己辩护，称向中国台湾省非法销售武器系统是美国官方行为，并非洛克希德马丁的企业行为。不管洛克希德马丁的事情，中国应该找美国官方解决。很明显，这样的辩护空乏武力。众所周知，根据国际法以及美国国内法都可以明确得知，美国官方同中国台湾省不存在任何官方关系，因此洛克希德马丁的辩护没有任何依据。